小心！小心什么？有毒！服下它。我知道有毒啊，我是在问你小心什么？我可是药王谷谷主的小师叔，温家家主的外孙女，我怕毒啊！神医还真是给人很多惊喜。不过那姑娘到底练的是什么毒功啊？居然把自己给练出一身毒来！学为无名者时练的是毒杀掌，神医慧眼，竟一下就给看出来了。其中隐秘，待出去之后，我再与神医细说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回到大家长身边。虽然破筑巢那把刀已经被我斩断了，但如今长河还未出手。温家练毒功的人确实不少，但是多半呢还没有毒死别人，就先把自己给毒死了。不过这毒杀掌也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毒功啊，他定是在练功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导致剧毒流遍了全身。按理说他应该活不下来，应当是被什么神奇的法子给救了回来。看来我猜的没错了。不过呢，人虽然是救了回来，但是毒还在。旁人若是这么不小心的，轻轻碰了他一下，不出一炷香时间，便会化为一滩黑水。能救吗？他刚一见面就想杀了我，我都跳密道逃跑了，他还放出来一朵毒花来追杀我。你这个时候和我说救他，不合适吧？对不住啊，我这朋友虽一身剧毒，但性格温和，一向对人避而远之，怕无意之中害到别人。他方才对你出手，应当也是迫于家族的命令。苏沐雨，我现在真的好好奇，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天真质啊？他刚才是真的想杀我，我能感觉得到。至于是什么原因嘛，那我就不知道喽。好吧。若是此事过后，我和他都还能活着，且不再是敌人，我可以救他。条件嘛，很简单，钱管够。愧是暗河的愧，领悟能力就是强。那魁大人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出去？方才与神医交谈时，我想了想，机关应当就在这两处。神医，我们走。哲叔，该干活了。筑巢之中有一条密道，那条密道很长，直接通往城外的三里亭。哲叔，不如我们就兵分两路，你直接去三里亭候着，杀了那个小神医，我去筑巢，夺取梅龙剑。哎，苏家里面有那么多高手，啷子总是我们两个跑腿？你是这次苏家的指挥，你倒是多喊得赢啊！我以前是无名者嘛，韩主家的那些兄弟们出工出力，他们都不爱搭理我。我和你出生入死这么多次，信得过你吗？
你这个乱子，我晓得你在筹谋点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我不管你，我也不拦你，我只是个没得感情的杀手。我只做硬物，不讲别的。哲叔，苏家之中，我最欣赏的就是你了。哼，你可别死了，加油！哎，银这个肩膀上有3把火，不能乱扑。要是扑灭了，银就真的死了。苏昌河，病死鬼谢繁花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看来你们这是进攻朱朝失败，败退了。你来此是要拦我的去路？非也，我就是想去朱朝看一眼，再次遇到你，纯属偶然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请送葬师把路让开。你都叫我送葬师了，虽说我不是刻意来找你的，但既然见到，总得有所表示吧。你也算是谢家的一代翘楚了，不如我来给你送送葬。那你便来试试。从一开始就在这傻站着，一起上啊！繁花师兄，方才我一直都在观察苏昌河那寸指尖的破绽，如今终于找到了眉头，还请师兄为我来开路。好。他是谢霸最钟爱的徒弟，杀了他，等于向谢家宣战。就说是我杀的，宣战怕什么？谢霸要宣战的是整个苏家，我不怕他宣战，只怕他胆子太小。我走了。等等。戏还是要演足的。跨过安河，便会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。有人来了，速走。唉，可惜了。谢家这代中有意思的人不多，你勉强算一个。若你不是这般病死鬼的样子，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的和你打一场。哈哈哈哈，真是让人没有想到啊！暗河的送葬师也这么的多愁善感。是你，穆家家主穆子哲。你杀了谢繁花，谢霸不会放过你的。在此之后，暗河之中谁又能放过谁呢？或许以后所谓的3家也就只剩下1家。剑已出鞘，何必藏其锋芒？你是穆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家主，难道你不想成为暗河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家长？你这个人啊，还真的是挺有意思。我是来杀你的。哼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杀了你。
堂堂穆家家主，就只会玩这些娘娘腔的东西。别无九章记。走。暗河的送葬师也不过如此。就说最讨厌和你们穆家打架，这哪是刺客呀？明明就是变戏法。本以为给哲叔安排的才是苦差事，我来朱朝就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，石策，应该跟他换条路走才对。近身对决，再厉害的高手也会有失手的时候，所以3丈之内，我不会让你近身的。你废话真多。忘了，我有一个朋友傀儡司用的同样很好，他叫苏沐雨，3丈之外你称无敌，可如今你我不过3尺，那便是我的天地了。你的天地转瞬即逝，我的天地一瞬便是永恒。我抹了毒，对穆家人用毒，就凭你，我这点毒自然伤不到穆家家主，但是嘛，除非是苏静辉他亲自来，其他的人我不会放在眼里。就当你说的是真的。你要同时对付我们3个人，那你可就没有时间逼出你体内的毒了。现在这些毒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1个时辰之后还不算什么吗？哼，怕是到时候你也得需要那个神医来救你的命。苏长河，你真的是给我很多惊喜。恭送穆家家主。怎么样？方才2位可看到我的表现了？我这次可真是呕心沥血、肝胆涂地，我差点就死在这里了。回去记得在老爷子面前好好美言兄弟几句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3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2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
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令箭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和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而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多亏死了17号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哀怨的情绪，不舍的沉默，漫漫长夜中是你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藏出来群里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
的痛，所以随波往点去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人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花木汇聚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？那便来吧。花之阵，刀剑合适。
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决斗。我们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想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阵之口。来者何人？苏家，苏沐雨。所谓何事？这个任务，我不能接。哦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人敢直接拒绝提魂殿派下的任务，就连大家长也不能更改我们的决定。你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不想接。这岂由得你来决定？可我知道你的理由。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之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。南方水灾，各州府没有不贪污赈灾粮的，可唯有他开仓赈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贪污之事上报了天启，逼迫天启城派来了督察官，这才让众多百姓活了下来。这是个好人，所以你不想杀？放肆！提魂殿手术一到，便是皇帝你也要杀？什么好人坏人？你是刺客，不是圣人。我不接。哼！传信给苏家的家主，把他论作叛徒，直接杀了！杀了！杀了！苏家那老儿不肯杀，我去。莫急莫急，你看，这不是有另一位朋友来了？参见三官。苏昌河，代号送葬师，苏家崛起的新秀，不逊色于苏沐雨。不逊色，那就是还比不上啊。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提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我兄弟说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商和来此也想立一个规矩。你们两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
和我们提魂殿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看来今日提魂殿才要跟你们立一立规矩。二官且慢，我倒是想听听看，你要立的是什么规矩？我要立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前几日你也去提魂殿了，你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谈判啊！哎，你嘴太笨了。提魂殿又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手里的剑。难怪他们似是默许了我的3步剑。哼，那是自然，我的口才向来很好。说不听就做到对方听，这么看来，口才自然是很好的。哼，你莫不是和他们打了一架？我只是跟他们分析了一下利弊，提魂殿也会算账的，杀了你对他们没什么好处。哼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答应了提魂殿什么条件？你有你的办法，我有我的办法，你信我便是。剑破九霄，断纷扰，斩离愁。宵禁不平事，与君上九霄，这便是当年施剑仙一剑成名的九霄城。一剑劈开九霄啊，那只是个传说。走，好不容易守到一只落单的蜘蛛，你若不杀它，说不定我能用毒，从它嘴里逼出更多细节。你是谁？她就是穆家的穆雪薇，代号毒花。避开！你的刀法还不错，只可惜……可惜什么？他是谢家谢千机，这一代谢家弟子中，机关、阵法之术第一之人。大家此行都是同一个目的。何必如此针锋相对呢？哎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应该就是穆家会算卦的穆清扬。没错。来，我来卜一卦，看看此行的吉凶。桃花面为吉，桃木见面为凶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啊？你这就是算卦呀？哎呀，大道至简嘛。还有人装神弄鬼。哎，不必打了，他就是穆家的穆白。慕白，但是谢家的诚意却很一般啊，派出了你这么个将死之人，谢繁花。因为快死了，所以不畏惧死亡。我们6人，明日负责撕开朱朝的那张网。
沈爷，你有心事，是在担心雨墨姐姐吗？是。你喜欢她？喜欢，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喜欢，而是家人之间的喜欢。沐雨，大家长。大家长，你总算是醒了。看来我是睡了很久啊。那既然大家长醒了，明日我便为你施展移魂大法，来寻找这根治雪落一枝梅的方法。多谢神医。在此之前，我跟沐雨还有些话要说。那我便不打扰二位了。沐雨，一路行来辛苦了，路上应当遇到不少麻烦的对手吧？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的对手，但还好能在大家长驱毒之前赶到九霄城。三家的攻势不会停止，下一步他们就应该想办法要攻占朱朝了。谢穆两家已经联手，我已经听说了，朱隐12校也会做好准备，迎接他们的到来。苏家应该也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们的行动由谁指挥？是昌河。是你那位好兄弟。大家长，昌河此次受苏家之命，不得已行事。他是来取我的命，而你作为魁，我依然会完成我的任务，挡住三家的反叛，治好大家长的病。沐雨，宋沐雨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矛盾，又是最坚定的人。但你这位好兄弟的剑光，或许比我的更锋锐。